畫小市民以岐阜為舞台，大量場景取自岐阜市的各個角落。劇中女主角小佐內是個愛吃甜點的嬌小女生，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挑食的美食家第一站來跟着小佐內的甜點地圖，一邊吃着美食，一邊聖地巡禮，深度探索岐阜市這個近40萬人口的城市。從名古屋到岐阜車站搭電車只要20分鐘，到岐阜的時候是中午12點。聖地巡禮時，第一站可以先在 JR 岐阜車站內的觀光案內所找到小市民系列秋季限定利津遁事件的4位核心角色。才一到這邊就有2個小遺憾，第一個是本來想拿紙本的小市民巡禮地圖，但詢問後得知目前沒有庫存，這告訴我們巡禮要快。第二個是我們的鍵鍵呢，怎麼沒有鍵無？即便沒有紙本巡禮地圖，網絡上還是可以下載電子檔，連結放資訊欄，大家可以自行下載。一出岐阜車站的天橋走廊，就像展開了雙手擁抱岐阜這個城市。黃金織田信長佇立在站前廣場，守望着小市民們時常相約見面的地方。這是2009年為了紀念岐阜市建市120周年，由民間團體募款捐贈，日本國內唯一一尊全金色的信長像，才因為掉漆脫色，進行為期1個多月的修繕。這部分在第2季第2集7分04秒帶到的新聞上有寫，雖然時間點不一樣，但卻有此事。走路約4分鐘距離的 Gift City Tower 43也是不能錯過的地方。一台電梯直達免費觀景台，除了擁有岐阜市最高視野，也是動畫片尾出現過的場景。這裡榮登我個人最愛高樓觀景台第1名。免費之外，還幾乎沒有其他人，不像多數高樓景觀台人擠人。這裡可以完全沉浸在景觀，細品城市的各個角落，而且這視野是有層次的，不是一望無際的人造建物。清楚看到車站被密而不疏的建物包着，再向外一層被長梁川圍住，再向外一層又是一片人造建物，最外圈被環山圍繞，這一層一層就像糖漬栗子。車站附近逛了差不多了，距離下午3點旅館 check-in 還有一段時間。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來找和我為約會的店家。到岐阜之前，已經待了名古屋幾天，這幾天已經大量累積想吃味噌豬排的慾望。Google Maps 一查，立刻鎖定一間4.3顆星的店，就在離車站不遠的柳瀨商店街一帶。今天竟然沒開，他們有自己的店休表。這麼巧遇到定休外的日子，不行，我的胃已經是味噌豬排的形狀了。這個下午，味噌豬排我勢在必得。商店街裡還有一間，太好了，有開狹長型的店面。平時我可能會選靠裡面的位置，但還有行李箱，推進去感覺有些不方便。正好門口有點空間可以放行李，今天坐最靠門口的位置吧。點餐點得毫不猶豫。我要大份的。端上眼前的是金黄璀璨光澤的炸物，豬排超嫩，幾乎沒有筋，肉身水分充足，再加上味噌醬汁裹在外層，吃起來不會乾膩。這就是我想吃到的味噌豬排，2倍分量完全滿足想吃味噌豬排的慾望。今天沒有遺憾了。到店時已經過了正中午用餐高峰期，店裡雖然沒有坐滿，但持續在翻桌。這邊也有比較便宜的學生餐，吃到一半才發現還有味噌豬排加蛋包飯的組合可以點。看不少人也有點蛋包飯，又多了一個下次再訪的理由。一到岐阜就旗開得勝，更期待接下來能挖到什麼好店了。這裡除了柳瀨商店街，整個商圈有許多交錯的商店街組成。這一帶有許多小市民場景，像是劇場通尤其顯眼，遠處還可以看到有小市民飛在空中。喜歡這種沒有觀光客的商店街，原汁原味的本地日常氛圍。安置完行李後，沿着過去為將軍運送新鮮魚貨的玉崎街道往北走，但我尋找的不是鮮魚。如果是小佐內的飯後，當然是要
春季限定いちごタルトください。原型是 And Lady 在小佐內給小揪的甜點地圖裡也有標記，店內竟然有這種小市民系列交流本，還用到第2本了。這是漸漸吃蛋糕的樣子，好多人都好會畫啊，太強了！也有放小市民春期漫畫，還有簽名。這次漸漸沒有缺席。動畫第一個甜點從這裡開始，我也從這開始。都說是春期限定了，我也是春天來，當然是點春季限定的草莓蛋糕，只要400日幣，真便宜。其實我很久沒有吃蛋糕了，有種在腦中重新載入蛋糕味覺資料的感覺。草莓蛋糕的味覺記憶伴隨着動畫記憶一起湧上。第1集開始很快就點題小市民。By the way， 影片多少有提到一點劇情和角色的性格分析，盡可能的不爆雷有關推理的雷，主要分析角色們的特色與性格。小市民系列主要以男女主角2人為核心的對話，帶出他們正在努力過上小市民的生活。動畫的呈現也有意放慢節奏，讓觀眾進入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步調。小市民生活不充滿刺激與高潮迭起，帶着小確幸，時間淺淺流過的日常，追求平凡安穩不起眼，且絕對不惹麻煩，才是小市民的生活態度。講是這樣講，但麻煩卻會自己找上門，而且2人總是忍不住破戒。腳踏車被搶可以忍，春期最後的2個草莓塔變在地美食不能忍。這裡就是引出春期限定事件的起點。可惜的是，我忘了拍這個角度。甜點完時，散步往東北走一段，岐阜公園南側入口可以找到在 ED 裡小佐內坐的長椅，還有第2季瓜野和冰谷一起乘涼的棚架。岐阜公園在軍事要地金華山的山腳下，許多重要統治者日常生活都居住在這裡。織田信長也曾經在這有一處居所。鳥叫流水和遠處一點喇叭聲混在一起，這裡是自然與城市的交匯區。坐在公園內享受午後時光。不，開始被小黑蚊攻擊了，閃人！在附近閒晃，一路晃到 Natural Cafe， 這間也是小市民巡禮的店。什麼？今天是 Life 包場？好吧，先去也在附近擁有超過1900年歷史的伊奈波神社。小揪和小佐內也有來這新年參拜，透過看繪馬就可以知道，在這裡的外國觀光客不多。這個神社和以往我去過的神社不同，伊奈波神社參道是一條長長可以容納汽車雙向行駛寬的坡道，從神社往下可以俯視近整條參道，讓神社格外具有莊嚴感。只看參道雖長，但神社範圍不算大，想參拜的人不需要花太多時間，甚至可以開車到參道腳邊的停車場，方便民眾快速進行參拜。這些都讓伊奈波神社獨樹一格，少了觀光客的喧擾，神社寧靜卻又不失生氣。生物作息聲和造景流水聲的合奏，讓人身心放鬆。這裡成為我最喜歡的神社之一。說着說着，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關燈迎接到岐阜的第1晚。回市中心的路上會經過岐阜市圖書館，這裡就像走進一座寬廣的書籍森林，讓人回歸自然，沒有生硬的動線，寧靜卻不失流動感，呼應設計理念。這裡是大家的森林。舉頭向上看到的是雕花樣式的巨型半透明燈罩，使自然光更均勻地分布在整棟建築。半圓頂的造型猶如森林裡一棵棵樹冠，清晰卻又柔和地區隔不同空間。人們自然而然地聚集在樹蔭下閱讀休憩。有別於過去圖書館只具備藏書功能，1樓規劃成市民活動交流中心，甚至有星巴克進駐。如果我是岐阜小市民，一定每周來這報到讀書。1樓可以再次找到小揪小佐內的身影，市民們可以跟小市民比身高，還有手寫字卡的巡禮地圖。And Lady、伊奈波神社都是今天巡禮有到的地方。在圖書館的對面，也就是岐阜市役所的北面外側樓梯上去，再把圖書館美景快照存入腦中。相信有看第2季的人一定知道這一幕。這在 ED 是出現長達4秒的夜景，同樣在 ED 出現，市役所由下往上拍，也是能順手帶走的巡禮點。就這樣待到圖書館閉館時間，過了晚餐時間蠻久了，是時候散步到市中心覓食了。
知道我人在祈福的朋友傳了連結給我，這是一間手打烏龍麵店，特色是完全自由搭配烏龍麵的內容物，這是挑食人的福音。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可以正大光明的挑食是多麼幸福的事情。剛好這家營業時間到很晚，正適合現在這種接近宵夜時間才在覓食晚餐的我。進店坐下點餐時才發現這是個陷阱，自由搭配沒錯，但桌上沒有菜單。本以為菜單是由客人自己畫，現在那張單子正在店員手上，直接問要點什麼。糟糕，如果自己畫就有時間慢慢看翻譯，對照着選。轉頭看到牆上餐點的順序和紙上的不一樣，一時之間沒辦法快速對每個品項有清晰的食材畫面，沒辦法，只好知道什麼點什麼。野菜、麻薯，就這樣吧，這樣應該不會錯吧。怎麼有南瓜？南瓜被算在野菜裡，而且下面還藏着茄子。結果我親口挑到將近半碗我不吃的食材，這真是挑食人的奇恥大辱。沒辦法，點都點了，還是吃吃看吧。好在這碗茄子和南瓜味道都算淡，還勉強可以下咽。清爽的湯頭喝起來很舒服，烏龍麵體屬於偏軟派。第一次在一碗烏龍麵裡吃到麻薯，太順口，吃太快。忘了加七味粉試試不同味道了。要特別強調，是我自己不愛吃南瓜茄子，不是這家店的南瓜茄子不好吃。整體吃起來是一碗順口無負擔的烏龍麵，還不錯。吃完這碗，第一天的行程告一段落。進入第二天行程之前，既然是小市民，給大家日常解謎時間到了。我是幾月幾號到岐阜市的呢？第二天換上小市民必備的交通工具自行車，今天有太陽光，應該能拍出不少好畫面。第一站是破森公園，有個螺旋向上的行人橋。劇中有一段小鳩正在推理，螺旋向上就好像正在思考。通篇還有許多這樣的心理空間演出，將角色的內心戲外顯化，讓觀眾進入主角的思維劇場，而不僅僅是聽他自言自語，並且只有在小鳩和小佐內在談話的時候，或至少是由他們引導的對話，才會用心理空間演出手法，顯示他們兩人與其他人的差異。只有他們才能光靠腦內演繹就能模擬重現情境，這是他們有高度具象化思考能力的演出呈現。其中最大量使用的是时間差不多了，有件事比解析劇情還重要，分析要在午餐後。又見面了，三和，今日別來無恙。二訪本來想一開店11點15分準時到，現在算是有點小遲到。好在店內還沒坐滿，坐上老闆娘指定板前剩下的最後一席，被夾在中間。好在位子不算太擠，我已經預謀好了，在老闆娘開口詢問之前。果然，同樣是味噌豬排，不同家就是不一樣。昨天的怡樂顏色像是咖喱，三和則像是鰻魚飯。看看這後切。開動！有一說豬排皮分離是不好的，但我個人覺得未必，還是要看情況。我個人喜歡吃濕潤的豬排，太乾柴的豬排吃起來容易渴、容易膩，需要搭配飲料。而通常皮完全不分離的豬排會偏乾，因此我不是太介意皮有沒有分離。決定好不好吃的關鍵，最終還是取決於肉本身夠不夠嫩和多汁。這是皮半分離狀態的豬排，最外層有味噌的水分，皮本身有油炸的滋潤，肉本身也能咬出汁。舒服，明明是厚切，卻還是很軟嫩順口的豬排，好吃。或許是春天的關係，高麗菜有淡淡的甜味。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沙拉的部分跳過，我不吃沙拉。沾有味噌醬汁的豬排和春期限定的甜高麗菜配着白飯，一不小心就吃太快，趕快提醒自己吃慢一點。但也是為了怕吃太快，刻意放慢節奏，飽足感在完食前就上來。不愧是厚切大份的豬排，好飽。吃味噌，台灣應該會覺得偏鹹，吃到最後幾塊會有點小膩，但前中段的美味掩蓋不了這是令人滿足的一餐，滿意。吃飽喝足，再次踏上聖地巡禮之路。接下來要去的地方可以說是貫穿整部小市民系列的核心，有大量場景集中在這。如果是時間有限的聖地巡禮，絕對是要優先踩點長良川和中捷橋。
小市民們上下課必經的橋，大量場景都在這裡發生，包含實際走過的以及在推理時的心理空間演出。最常出現的地方就是這裡，川和橋組合的乾淨畫面讓觀眾專注思考，同時又豐富畫面。角色間談話過程的畫面不是一直待在室內，我很喜歡這種表現方式。再一個有趣的點，一般來說，推理劇在重現現場，演出者都是犯人或是被推理者，但在小市民，利用推理者穿着被揣摩人的衣服，表示正在重現過去發生事情的現场，帶領觀眾進入想象的世界，並且以此區分他們只是在腦內演繹推理，不是真的在做這件事。像是第2集在解好喝可可的泡法，小鳩和小佐內在揣摩劍吾可能怎麼泡可可，身上穿的就是劍吾的衣服，可惜沒有漸漸穿小洋裝揣摩小佐內的環節。以上這些對一些人是個理解的門檻，形成看不懂而氣翻的情況，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最終的確形成一種對觀眾的小市民鑑定。順着中街橋往北，腳踩踏板，這是小市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——自行車。接下來就是跟着小佐內一起追查失竊的自行車，絕對不是因為草莓塔，絕對。這段路單程至少是20分鐘起跳的腳踏車程，巡禮時可以斟酌一下，如果時間不夠的話，建議這邊可以跳過。回程我走長梁橋，這裡是長梁橋南端的橋下，小鳩明明遇到在小市民眼中的大危機事件，但可以推理，嘴角還是壓不下來。和冰果的鳳太郎不一樣，小鳩主動且樂於推理，甚至說不可自拔，腦內預設就是會推理，完全停不下來。劇中的推理本身都不算難，但比起推理，小市民核心更着重於引導觀眾一起進入推理小市民世界。不少日常生活的推理，這些日常小事件更能讓觀眾帶入，是每一位小市民都可能遇到的事。事件或許本身微不足道，例如一個女高中生遺失的物品是裝着護唇膏、原子筆這類日常用品的挎包，然而卻巧妙地利用時間限制，將這份日常轉化為緊迫的懸疑。這些日常小事件更能讓觀眾帶入，是每位小市民會遇到的事。提出的推理事件，也許觀眾會困惑，示意畫面時常也提供了一些線索，像是漸漸吃蛋糕的方式就是提示。說了那麼多，已經吃飽喝足了，接着帶大家看第2季的名場面。美林公園上方神社觀景小平台，為了演出效果有做調整，實景椅子只有一側，不是劇中2側都能坐，樹的位置也有移植調換。再來是晚上的名場面。外在會取代本性，手段總有一天會變成目的。用糖漬粒子和利金盾作為比喻，冷眼看清世間，卻又不是冷血；異於常人，卻又富人性。小市民主角們，包含第3要角漸漸，都是隨着劇情走向，讓觀眾看到不同的一面。內驅動力、外顯表象、包裝後表象，層層堆疊，每個人都富有層次。5個字說完的話就是：人不可貌相。夜深，再一次錯過一般小市民的晚餐時間。雖然再怎麼樣，至少也有昨天的烏龍麵，但可以的話，我還是想吃不一樣的。Google Maps 寫有營業的心暖，今晚沒有讓我心暖。附近還有蓮花，看來剛好趕上。我是最後一組客人，坐下後1分鐘，老闆就把準備中那面翻到外側。雖然言語略帶急促，但絕不是不耐煩的語氣。我喜歡這種有效率的溝通。老闆一個人下廚、送餐、結賬，全部一手包辦，看得出來是個認真負責又用心的老闆。我點了夜間套餐，炒飯 set 日幣1001，炸雞有點特別，第一次吃到炸雞是這種味道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。總之是 OK 的，炸餃子還不錯，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這豆腐上的醬我應該不會吃，胡麻醬 pass。湯偏酸，我怕酸，只好 pass。食物通常是正負得負，負負得負負，但這裡有辦法負負得正負，用這個湯把胡麻醬洗掉，完美。豆腐現在看起來可口多了，感謝蓮花用一餐讓我心暖。睡前的謎題來了，今晚來個簡單的，請問影片到目前為止提到了哪個原著小說標題？タンメンを食いに行くから付き合え。有什麼重要的事快說吧。漸漸，先說我不像小鳩那樣怕辣，湯雖然不算清淡，但也不會膩，喝起來清爽，是會想吃完麵之後再多喝幾口的湯。沒注意到還有醋豆芽，錯過了自製二郎系拉麵的機會。帶有微酸調味的豆芽菜，菜本身也有淡淡的甜，配上微辣的湯，
還不錯，鹹甜酸辣都有，組合起來是有層次的湯汁。這樣下次我會想點5辣，只有3辣不夠提味。我想更辣的豆芽菜應該很好吃。900元有找的拉麵分量剛好，還可以自己加到飽的豆芽，划算。唯一不滿意的是漸漸沒有請客。吃飽了回市區吧，這是小左內揪的母校，畢竟是學校，很多校內場景就沒得拍了。沒事，我們直接去小左內家找人。小左內家是虛構的，不過对面的醫師會是真的。小左內這種戒心強的人，願意讓對方知道家在哪裡，也是一種信任的佐證。小揪小左內兩人互相理解，互相依附，看似在一起卻沒在一起，沒有在一起卻走在一起。小揪和小左內兩人自認為沒有交往的期間，多次往來對方的家。反觀號稱在一起的人，卻連小左內家在哪裡都不知道，連我都知道了。雖然膚淺，但小左內的各種反差的確是本作的賣點之一。用嬌小可愛的臉做出最女王感的表情，用微弱氣音講出最有殺氣的話。小左內有情緒，但外顯得不多。動畫用細微表情詮釋小左內的情感，也是本作的一大看點之一。小左內在一個反差是吃甜點的時候，眼睛真的會發光。蕨餅、紅豆泥、寒天、栗子，並加上大量的抹茶冰淇淋。蕨餅我個人不討厭，但也沒有特別愛。不過這裡的蕨餅被味道濃烈的抹茶冰淇淋和紅豆泥包覆着，和杯底下的寒天一起成為帶一點解膩又增加風味層次的存在。抹茶冰淇淋和紅豆泥就像音樂的主旋律，最鮮明，最能抓住耳朵。寒天像撥奏，為滑順濃郁的抹茶冰淇淋與綿密的紅豆泥帶來了節奏感，賦予整道聖代一種空間感和清爽的留白，讓吃下的每一口都有高低起伏。蕨餅則是基底伴奏，蕨餅身上的黃豆粉會吸附一切，冰涼又溫柔的穩定整杯聖代。栗子是整杯獨特的存在，這種比喻法是不是太小左內了？簡單來說就是我喜歡。一般來說，聖代因為很多不同種料，時常遇到有我不喜歡的料混進去，但這個都是我喜歡或是可接受的料。這個特制聖代就適用典型的食物公式。好吃加好吃加好吃的東西組合在一起還是好吃，把喜歡的食物全部放一起，組成一個甜點巨塔，吃起來真滿足。這附近的店大多保留傳統丁屋的構造，改建成名產店、藝品店等。其中這間川原丁屋是改造成咖啡下午茶店，並結合藝廊功能，販售精緻的和風雜貨等當地傳統工藝商品。除了甜點咖啡，也有主餐，充滿歷史底蘊與寧靜氛圍。不管是不是聖地巡禮，來到岐阜觀光都應該要來的店。吃飽了，繼續下午的行程，再一次回到岐阜公園，準備搭這邊纜車上金華山。戰國版的小揪小左內在售票處旁邊，隨時可以跟大家合照。小左內沒有想象中的小只，纜車什麼都好，票價便宜，班次多，15分鐘一班，人不多，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位置欣賞風景。唯一想吐槽的是，纜車班次繁體中文寫航班已經夠怪了，簡體直接寫飛行，不得了了，這纜車會飛啊，真的是小市民飛在空中。上山之後，大約走5分鐘多的步道就可以到岐阜城，織田信長天下布武的起點。岐阜城本身雖然不大，但視野遠超乎我預期。因為建在山上的關係，整座金華山就是岐阜城的底座，使得岐阜城視野極佳。給大家一個比較值，大阪城很大，天守高41.5公尺，而岐阜城海拔是329公尺。這裡戰略位置太好，在河道旁邊的殘丘又是山稜線，河谷峰和山岳坡交織在一起。簡單來說，就是這裡風超大，東西不小心就會被吹走了。城下不遠處就是金華山景觀台，從這邊往長良川看到的大景，在小市民第1、2季ED 都有出現。不管是從岐阜城還是金華山景觀台往長良川看，真的好美，構圖太完美，會有種錯覺，好像長良川是為了這個景觀台刻意拉過去的人工造景。今天的天氣不錯，可以清楚看到遠處山的形狀，陽光灑在這片盆地上，無論是四周的山還是市區的建物，有光射入角，自然就會有影的存在。
光、影、川、山、勢5個組合在一起，讓整個岐阜富有立體感。小市民系列也非常注重光影表現，除了直觀看到的，把岐阜市各個角落轉化成動畫裡一張張漂亮的背景，對於光影呈現更是藝術品的等級。這是我拍的岐阜公園噴水池，小走內坐在遠處的長椅上，我很喜歡這種把動畫融入實景的做法，這種介於虛實之間的畫面，讓觀眾看完本片後，在腦內又增加實感，更能跟着小市民們一起帶入木良市的世界裡。而且注意看小走內身上的光影，明明是在構圖的深處，制作組依然不放過細節，光影會隨着樹葉被風吹動持續移動位置。這個光影處理已經細節到了變態等級，只稱讚意味。為表達我的讚嘆，小市民系列這個藝術品我重刷了5遍，享受過岐阜夕陽美景。今天早點找間店，好好在餐期享用一頓優雅的晚餐吧。隨手查到一間豬排店，過中捷橋不遠處，從小走內家騎腳踏車過去大約10分鐘而已。藏在寧靜的住宅區裡，店內放着古典樂。這是一間注重餐廳氛圍和服務的豬排店。從裝潢會以為是一間西餐店，被安排到個人座區。即便是個人區，空間寬敞到不可思議。我甚至可以吃一口豬排，到後方大跳3下，再回來繼續吃。這是今天的豬排，試試沾一點白芝麻粉，沾一點點醬。不能太多，才不會搶走豬排的主旋律，這樣剛剛好。不過豬排我通常不沾任何醬，最愛的還是原味，這樣可以完全感受肉的香氣。沒有沾醬，更考驗豬排本身好不好吃。又因為不沾醬，所以太乾柴也很容易讓我吃膩。豬排如果太乾，就不太適合單配飯，乾加乾不好入口。這家豬排炸得不乾，可以單配飯依然順口，不止不乾，還超軟嫩，厚實卻又保持極佳口感。試試把白芝麻粉撒在白飯上，白芝麻飯好香，第一次這樣吃，打起來適合程度超乎我預期。這邊的飯和味噌可以無限續，我覺得今天可能需要2樣都續2次。好吃的豬排不是沒吃過，超出豬排該有裝潢質感的店不是沒遇過，但從來沒遇到置物如此兇殘的店。對，我用兇殘形容。這漬物實在太讚，超大一盒，從來沒有吃過讓我這麼滿足的漬物。我個人平常不太吃漬物，有吃頂多淺嘗，因為通常會有我不喜歡的怪味或偏酸。我不是很愛酸，可是這怎麼可以又好吃，分量又大？光是漬物配飯就可以吃下不少飯了。如果這家菜單有個漬物丼飯，我很樂意每周來報到，當做正餐點心2相宜。這是近期吃到最甜的高麗菜。冰涼鮮甜，而且沒有預設加醬，大加分。我不喜歡生菜預先淋醬，沒有醬才吃得出高麗菜的甜味。一口香軟嫩的豬排，接一口甜甜高麗菜，再一口香軟嫩的豬排，配一口綜合味覺的漬物，耳朵邊聽着古典樂，太享受了。少見的我把生菜吃完。今天店裡大概坐了3到4成的客人，出餐蠻有效率，續湯續飯的速度快，沒有拖延重要的豬排熱度黃金時間。最後收尾階段，赤味噌湯加進白飯裡，變成湯泡飯吃法。還有最後一塊豬排泡入味噌湯，並且馬上吃，趁還沒把皮泡爛，皮正處於濕潤而不爛的狀態，帶有味噌湯風味的豬排滑順入口。舒服。主餐、配菜、佐料、湯飯、生菜，價格、用餐環境、服務品質和出餐速度幾乎無懈可擊。硬要挑毛病的話，大概只有味噌湯裡有蒟蒻，我不是很喜歡蒟蒻，不過很多味噌湯都有加，單純是我個人口味問題。這樣的價格就有這樣品質的用餐體驗，讓我下次還想來試試他們的豪華特餐。我的豬排只是小船獨木舟，想試試看這豪華遊輪。吃完真的會想講西呀哇塞呀，今天又是滿足的一天。那麼謎題來了，今天總共出現了5種動物，請問是哪5種？在祈福的最後一天，我想要 chill 一點，先把行李箱放到車站的寄物櫃。哦，對了，一樣的大小，名鐵700 ，JR 1000。在訪新暖，這次有營業，來電的客人都有些年紀，
整間店很安靜，只有老闆廚房作業忙進忙出的聲音，以及電視的聲音，播放着山本先發大谷指定打擊出賽的比賽。這家店的塊架蠻好看的。昨天吃豬，今天點個國產雞的唐揚雞定食好了。雞肉 Q 彈很入味，咬下去會噴汁。生菜有淋很多醬，我就沒辦法了。人不挑食，枉為人。離車站不遠的地方不用排隊，用880的價格吃到這樣的唐揚炸雞，不錯，填飽了其中一個胃。還有甜點位是空着。走，我們去那個被小佐內封印又常常解封的矮胖子。原型明明是公主啊，裝潢有如店名的公主風。座位本來是3張椅，動畫調整成2張，配上白色的窗框，構圖剛好一人一半，畫面更乾淨。今天太陽不大，陰陰的，在採光好的整片落地窗前，正好是舒服的光線。叉子插起一口一口的蛋糕，享受着公主的午後時光。咦，小市民劇中，小九很多次食物要入口之前，一聽到可以推理的事情，就會忍不住放下食物，專注聽發生了什麼事。好幾次都推遲吃蛋糕，對他來說，推理比食物更重要。每每讓觀眾極為在意他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吃。小佐內也時常刻意制造讓小鳩合理進行推理的機會，像在這間店時，小佐內就讓小鳩回學校幫他解謎，明示暗示的程度已經明顯到變指示了。小佐內雖然看似給人感覺彎彎繞繞的，需要對語言有更深的理解才能讀懂深意，儘管如此，小佐內都會明確表達自己的情緒。從這些點可以看出，小佐內對自己非常了解，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動腦固然有趣，但這一題我要站隊小佐內，吃比較重要。我知道大家看影片常配食物，我自己也是剪這支影片越剪越餓。這裡要考驗大家，是要吃東西或是解謎，還是一邊吃一邊解謎？我在交流本上寫的時間，其中有一間是不正確的，但我卻沒有說謊，為什麼呢？對了，這間其實就在昨晚喜阿哇塞鴨豬排的附近。走路5分鐘就到了，在這度過了愜意的下午時光。吃飽喝足後，放慢節奏，享受在岐阜的落幕之際，欣賞天空調色的過程，漫步回岐阜車站。慢是小市民系列的一大特色，也是在這快節奏時代的韌性與勇氣。需要有這2樣，才能不懼時代洪流，依然堅定做出獨有風格的動畫。而堅定不移，也正是小市民系列大量運用的固定鏡位 fix， 讓觀眾去呼吸空氣中的冷冽感。這種靜止鏡頭完美契合了推理小說中日常謎題的思考停頓。當需要給觀眾思考的時候，乾淨的畫面讓觀眾不會有雜訊干擾，再加上畫面比例採用2.35:1，使得構圖需要極為精準，兩側更多背景，去掉上下雜訊，呈現岐阜美景的同時，讓觀眾更專注地看着角色的細微動作。也因為這樣，背景的美術品質好壞會直接成為決定這部作品畫面魅力的關鍵。小市民系列在背景這部分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把岐阜市畫得非常美。透過大量來自岐阜市美麗的背景，讓觀眾同時沉浸在3件事之中：1. 與劇中角色一起推理； 2. 身臨其境的在岐阜市； 3. 我現在在岐阜市了。影片所有提到的店家都有放在資訊欄，也可以直接點 Google Maps 的連結，我有整理全部的景點，一目了然，大家就不用一個一個查。這是我第一次用聖地巡禮的方式旅遊，有趣程度遠比我預期的高，讓我開始對聖地巡禮有興趣了。如果大家有推薦的城鎮，或想要我去聖地巡禮哪部作品，留言跟我說，我會列入下一站的參考。那麼我們挑食的美食家，下個城鎮見。